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配，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菩萨行论。如菩萨行论当中，现在讲现行对治理啊。现行对治理，从3个方面来叙述。理当精进，循序精进，如何精进啊？分3个方面来想。首先，理当精进也是分以患者的比喻来说明和以现处之比喻来说明。首先以患者的比喻来宣讲，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若具寻常疾，尚须遵医术，何况贪等患，百罪恨缠生。他这里的意思呢，用一个病人的就罹患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啊，严重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比喻来说明，我们在座的修行人应该认认真真的听从上师和佛陀的教言，精进的修持。那么这个比喻是怎么样叙述的呢？比如说平常我们就是见到一些人呢害怕这个寻常的一些疾病，这种人呢也需要依靠这个医生的吩咐啊，就是依靠这个听医生的话。那么我们无始以来在相续当中有贪当烦恼的这个疾病啊，在相续当中有百般的，有这个成千上万的各种烦恼的这个疾病，这样的我们这个严重的病人为什么不需要听书上师的教言，或者是这个佛陀的圣人窍诀？实际上用一个比喻来可以这样说明，任何一个人就是得到这个疾病的时候呢，都到医院里面去，然后按照这个医生的吩咐，自己呢吃药啊、打针啊，或者说一切的这个行为、位移，以及他的饮食全部要听从医生的这个话啊，就是医生的话。如果你没有听医生的话呢，那这个病人能不能从他的这个疾病痛苦当中获得解脱呢？是相当这个困难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感冒或者是一些平常的这种疾病呢，人们都特别喜欢听这个医生的医嘱啊。这一点我看我们许多人也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医生的这种教言呢，那自己也有一些智慧呢，也不一定真正能治疗啊。就是实际上有些药物呢，虽然有一些说明书，但是你没有这个依靠医生的这个嘱咐，你自己呢就自觉的运用一些药物，能不能起到作用呢？这一点也是相当困难的。那么这是一个比喻，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凡夫众生呢，无始以来的在沉溺在这个轮回的泥坑当中，而且我们相续当中呢，就患有贪心、嗔心、痴心、傲慢、嫉妒，以及这个脂分烦恼，而且也就是叫做是睡眠烦恼。那么这样的这个疾病呢，每一个人来讲是多得不可计数啊。比如说我们平常的生病呢，就不一定是一辈子都在这个患病，只是可能几个月啊、几年当中啊，就是也这样。而且他的这种病的程度呢，也不是特别严重。我们认为是这个病的特别厉害，实际上呢，他的大多数的病呢，都可以通过这个医学来治疗。那么我们所有的凡夫人，只不过自己不能发现而已。实际上，我们患的这个贪嗔痴的病啊，贪嗔痴的病呢，
那可以说就远远的已经这个超过了刚才前面的这种疾病。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疾病啊，所谓的这个严重的病，比如说什么这个肺炎呐，或者是这个禽流感呐，以及经常我们所谓的艾滋病、癌症等等，就是这些病呢，人们都认为这是这个非常的可怕，但实际上呢，如果你患那这种病呢，就是只是一次可能夺去了你的生命而已。那么生生世世这种病呢，就是能不能害你呢？也不可能的。这一辈子我得这个癌症的话呢，那下一辈子会不会又得癌症呢？也不一定。但所谓的这种烦恼的这种病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从这个无始以来的在轮回的这个历程轮回的这种生涯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的确是我这一辈子呢也相续当中有这个贪心，就是把我害的就是不可言说。那么前一辈子呢，在我当凡夫的时候呢，我的相续当中也有这个贪心，再上一辈子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贪心。所以所谓的这个烦恼呢，就不仅仅是一生一世，而是呢来自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害过无数次。那么未来的话呢，也是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这个去治疗，没有很好的去治疗的话呢，那就是一定会是害就是永无止境的，不断的就害我，把我不断的吐入在这个犹如火炕般的这个地狱的这种痛苦当中。这样一来，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这个深深的感到就人们呢，经常就是稍微有一点病呢，马上呢就是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开药或者是这个治疗住院等等。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详细观察，反过来自相续，这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是不依靠这个真正的遥望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所以在《华严经》当中呢，也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个自己呢，就是应该看病人来想。所谓的佛法呢，就是以这个苗药来这个想，这个三知识呢以药王来想，而且因种治疗呢就是进行服药，就是从4个角度来已经叙述了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也就是说，叙述了这个我们如何这个治疗烦恼，如何治疗烦恼的严重疾病这方面呢，以比喻的这种方式来有这个宣讲这个有宣讲。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在这个存在轮回当中的时候呢，一定要依靠这个佛陀的教言，依靠传承上师们的教言去进行，就是治疗自己的烦恼疾病。那么这种烦恼的疾病呢，依靠自觉的自学，或者是以自己的力量来，能不能治疗呢？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个佛陀的教言呢，这个所谓的佛法呢，实际上是高深莫测的。我们一般凡夫人呢，你再怎么样聪明呢，你再怎么样的有智慧呢，也不一定真正让这个通晓它的究竟深深意义所以呢，佛陀在这个佛经当中佛陀在佛经当中呢，也是已经就是说了，就是佛法这个无人说，虽知莫能解。意思就是说呢，所谓的这个佛法，如果没有一个三知识来进行给你开导的话，那虽然你这个人在世间当中是再怎么样聪明伶俐，但实际上呢就很难以就是通达就是佛教的深奥之意。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有些人呢不愿意就是听这个上师的认为自己很聪明就自己认为自己呢有一定的这个智慧，通过自学。或者是认为是自学成才呢，不是很困难的，但这一点恐怕有点不现实。为什么？我们从历代的大德们的传记来也可以说明，如果我们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人，自己能这个自学。而通达佛法的教义的话呢，那我们历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没有必要就是依止这个千百的这些上师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历经这个千辛万苦，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多此一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呢，所谓的这个佛法，大家在这个应该认认真真的要寻找一些善知识。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开导的话呢，的确是你再怎么样有智慧呢，也不能就是通此这个佛教的教义。现在很多人呢，
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就光是求一点加持或者是得一个观点拜一拜上师就认为是自己已经这个拜师了，就是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听佛法。有些人是有这样的片段之心，实际上呢，这一点有困难的。现在大城市里面，比如说像那个上海北京有时候呢，确实有好多的这种今天来一个火锅，明天来一个上师观点什么这个做火供做这个加持那个加持，但我并不反对，就是如果真正对众生有利的话呢，就是佛法的这种方便方法是应该说是这个各种各样，就是我们不能说是只有讲经说法才能利益众生，别的途径都不是合理的，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最好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法。就是入到我们的这个心当中，这一点佛陀也是说了，我给你们已经宣说了解脱道，但是现在这个修不修、解不解脱呢，就是依赖于你自己。当时佛陀的时候呢，主要的度化众生的这个手段呢，并不是佛陀天天的是现实身边呢，也并不是佛陀天天的是观点呢，不是这样的。最主要是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些境界呢，就告诉给这个有缘的众生。那么有缘的众生呢，按照佛陀和这些圣者们的教言，自己如理如实的去修持，修持以后呢，在自相续当中活动。我刚才说呢，就是所谓这个佛陀呢，真正度化众生的方法，就是讲经说法所以我们以后呢，这个所有的大乘修行人你们呢，把所有的这一些精力放在一些别的途径的话呢，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重要一定要自己这个稳重的一直以为善知识。最主要的，要懂到这个佛教的道理懂到佛教的道理以后呢，你自己这个进行修持，所谓的学修兼备，那么这样呢，你相续当中的烦恼就是才能断除的。所以我昨天讲的一样，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就认为是修行和成就是很简单的，但实际上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但你发现到这个修行不简单的时候呢，也不能失望因为我们自古以来这么多的高僧大德和这么多的佛教徒呢，依靠佛教的教言而这个进行修持，最后呢真正圆满的就是获得了这个成就这样这个各位的人呢不管藏传佛教还是这个汉传佛教等其他的教派当中呢，多得不可计数。因此呢，大家也应该对修行呢，有这个信心，就是稍微就是动一念的时候呢，也不能生傲慢心，也不能有满足自信。就格言里面这样讲的，智者呢越有智慧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教言呢，就是越有这个兴趣。比如说大海里面就是越有这个很多的江河，就是江河的时候呢，那么大海呢始终都是没有一种满足。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满足的，他还要想求法，还要想那个认真的学习。没有智慧的人呢，他觉得是好像听一堂课、2堂课就已经觉得可以了，有这种感觉。这一点也是智者和愚者之间的差别。因此，我们这里呢，大家也应该清楚，所谓的这个佛教的教义呢，一定要依靠这个善知识的开导，认认真真的自己去学。有时候呢，自己认为是自己学的是很好，但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佛陀在这个42章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神无什么这个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前往的时候不要这个信自己的这种意识，你的意识呢一点都是不可这个信赖的，没有任何这个信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有些凡夫人认为是自己已经成就了，认为是自己已经修得了不起了，从此以后呢不用看书不用听课不用念经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特别这个了不起，但真正你遇到这个外境的时候或者是烦恼现前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对治的能力？如果你连这个烦恼的这种烦恼出现的时候也没有对治的能力的话呢，说明你的境界还不是很高的。因此呢，最好也自相续当中不要有傲慢心。如果有了傲慢的心的话呢，那么古达的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具有傲慢的这种山顶上呢，就是不可能有功德的这个就是泉水流注。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一定要就认认真真的这个修学。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呢，应该
认认真真的去这个佛法来这个观察，佛法来进行这个修炼，这样以后呢，逐渐自己本有的端正公道都会这个显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平常的这种疾病呢，也需要依靠就是这些怎么说啊，就是依靠这些这个意思的话呢，我们无始以来的这种患人呢，这种患者呢，就是为什么不依靠？但现在世界上的人呢，的确是有时候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啊，或者是以前没有如理如是一知三知识的人呐，好像只是摸不着头。就像这个盲人呢，就是摸这个大象一样，就是一点见解都是没有的。如果你对佛法的基本的见解、基本的基础知识没有动到的话呢，那你进行修持呢，也确实是这个盲人，这个什么我们所谓的盲人骑这个下马一样的，就是根本就不能就是到自己所向的这个目标啊，就是不可能到这样的。因此，首先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观察这个你所学的这种知识的基本这个意义，然后你懂到这个道理以后呢，你还是这个在此相续当中进行观察。如果你没有进行观察，光是从这个嘴巴上光是从口头上说的再漂亮也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就以前那个。释迦牟尼佛身边就是有一个叫做善信比丘，他在这个佛陀面前当侍者已经有20年，当然这个年龄可能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有些经典当中呢，就是他已经当侍者的这个20年，而且他自己呢也是获得了就是第一禅的这个境界还有这个12藏这个什么这个3藏12部经典呢，就是全部就是朗背诵的，但后来呢，他也是这个转生到舍卫城的一个不净坟坑里面的具有抽象的这个恶鬼就是恶鬼，所以呢就是像佛陀那样的这个善知识呢，在世界上是也没有找到的。但自讲续当中如果蔓延邪见的话，那即使这个佛陀来到人间，也是没有办法这个度化的。因此呢，像他那样的话呢，就是真正这个精通佛法也是成了纸上谈兵而已，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那我们在座的人呢，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上师哪怕是你听4句法案的这个上师呢，都应该有这个恭敬之心。如果没有恭敬心的话呢，我前面所讲的一样在这个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就根本就是得不到的。所以呢，希望我们在座的一些法师辅导员大家都是应该这个互相恭敬不管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智慧，有没有什么样的智慧和功德，这个不重要，就是说人对人互相有一种应该有个恭敬心。有了恭敬心的话呢，在慈相续当中真正就是得到了这个法的利益。如果得到这个法的利益的话呢，那么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方便。这是我们大概讲了这样的这个道理。下面呢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一尘若能会占卜一切人，疗火诸药方，偏寻若不得，以往一切智把苦诸甚教，一智若不信，持己因何成？他这里呢说，一尘藏文当中呢应该是疑惑吧，就是一个烦恼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嗔心的这种字眼并不是明显的，因为下面讲义里面说的是贪心，就是所以如果我们解释为是一种烦恼吧，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有了一个烦恼的话呢，他也是能坏所有懒散不足的一切人。那么能坏这样的这个烦恼的这种医疗方法呢，在我们别的地方怎么样寻找也是找不到的，就怎么样是找不到的。唯一的这种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唯一3界道色，治国的释迦牟尼佛，他是实践的就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大医王就是大医王。在他的这个教言当中呢，真正能找到众生在3界当中怎么样就是脱离这个痛苦脱离痛苦的这样的这种教言呢，也会找得到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真正去行持的话呢，那在世界上是再没有更愚痴的了这种人呢，应该所有的高僧
深大德也好，或者是世间上有智慧的人呐，都应该值得是进行这个呵责就是这种人愚痴国际，也就是特别愚痴。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事件当中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烦恼与这个药之间，烦恼与我们的这种病之间呢，应该有这样的相比。比如说，他这个讲义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的相续当中，贪心、嗔心当一种烦恼，一种烦恼如果在他的相续当中生得起来的话呢，那么整个拦占不住的人呢，就全部都坏坏。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对殊胜对境、对菩萨升起嗔恨心的这种烦恼，那这种烦恼呢，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升起的话呢，坏一个人；如果2个人的相续当中升起的，那这个坏2个人；如果100个人或者所有的难占不住的人的相续当中升起这样的嗔恨心的话呢，那坏整个世间的所有的这个众生啊，所有众生。所以他这里呢也已经说明了所谓这个烦恼的这种力量啊，力量是这个相当强大的。实际上是任何一个疾病呢，有没有这样的可怕呢？就是没有的。比如说现在所谓的这个禽流感是特别厉害的，但是如果真的禽流感这个蔓延于世间的话，就是这个禽流感如果蔓延于世间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类有些医学家呢就是认为是人类1/4就是会死亡的，就是别的人呢就是不一定死，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我们所谓的这个烦恼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如果升起嗔恨心的话呢，不仅是精神当中这个坏这个人乃至这个生世世，比如说我精神当中就是升起这个嗔恨心或者贪心就坏我的戒律坏我的道心这样以后呢，我不仅是我今生就是全部完蛋了，来自这个生世世就是多生累劫当中已经这个坏的。所以这样力量这个强大的任何一个疾病这种呢，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就是的确是没有的。所以我们首先呢，应该知道是所谓的这个烦恼对我们整个就是这个人类乃至所有的这个众生的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就是相当大的。我们认清了这一点以后呢，就是应该就是要寻找这样的这个烦恼是依靠什么样的这样的这种疾病呢？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相当大的话，那么我们要想治疗这样的这个疾病，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可以这个就是到这个四面八方去这个寻找，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别的可能都没有的。比如说像以前那个古印度的话呢，有96种这个外道，就是他们呢也这个发明了就是自己的一些各种方法，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想治这个人类的这种痛苦然后在这个古中国的话呢，就是儒教、道教孔孟之道等等，也有很多这个人文道德以及这个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方法论和一些学说那么这些呢，也是想尽一切办法就绞尽脑汁，就是想就是牵除就是许多人的心理的这种这个疾病，但始终呢，就是也没有这个就是成功。在这个古西藏的话呢，也有这个本钵教等等，就也有一些这个宗教或者是这个学说理论但是呢，实际上没有就是能这个成功的治治一切众生心理的这种苦恨就是苦恨。这样一来呢，那唯一的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唯一的就是道次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呢，在这个印度真正显证了无上圆满真等觉过河，然后给我们众生不同的根基的这些众生就是宣说了就是84000法门。那么这个每一个这种法门每一个法门的话呢，就是完全让这个治疗众生心理的这种疾病就这样一样呢，就是无数的这种众生就是依靠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殊胜圣道，已经这个趋向了这个解脱的彼岸就这一点呢，应该说是这个以这个历史来证明的。通过这个道理来可以这个说明我能大师释迦牟尼佛呢，并不是我们口头上说是我们的佛陀很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真正是从这个自古以来的，在人类历史上的有这么多的这个学者和智者在他们的这个理论当中根本没有发现的，真正让众生所有的这个众生让离苦得乐的这样的这种深道，就是这样的深道呢，就是唯一就是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并不是口头上赞叹就是佛陀啊，从发自内心呢，真正对佛是有这个充满这个信心的。我本人来讲呢，真的是对这个佛的这种感恩之情啊，或者是对佛的恭敬之心啊，这个是始终都是油然而生的。就这一点是我想是，就是不仅是这一辈子，来至生生世世呢，就是发愿就是不会这个退转的。因为我们也并不是就是非常聪明的，但也可以说是从小到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智慧海洋里面，就是可以说是也吸取了一定的这种这个知识的这种这个养育。那么对世界上是哪一个学问是好的，哪一个学问是不好的，这一点呢，应该有取舍的这种智慧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唯一这个找到就是佛陀的这个正道真是这个非常了不起。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想到那个就古印度的这么多的一些高僧大德们赞叹这个佛陀的功德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恭敬之情呢，就是可以说是不禁而怎么说啊，就是不禁感慨，应该说在我们的这个难得的人生当中，是遇到这样的这个佛陀呢，遇到这样的佛陀的教言呢，确实是非常这个荣幸就是感到非常的高兴。这并不是我们这个口头上说的就实际当中，我觉得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包括我们这次这个讲课的时候听书教演的这些人呢，你们对这个佛陀呢，并不是好像那个表面的一种这个就是表面上的有一种这个这个就是对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赞扬之情，就是不是这样的。应该每一个人发自内心呢，就是对佛陀的恭敬心很重要的。这种恭敬心呢，并不是就人云亦云就是随波逐流，就人说了以后，我觉得那好吧，就别人说佛陀很好，那我认为佛陀很好，不是这样的。应该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观察，通过自己的这个学习佛法在自相续当中的这种烦恼就是得以减少。虽然我个人来讲呢，烦恼特别深重，应该说是这个有时候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自己都觉得是特别惭愧有时候那个。暂时1-2个小时当中，这个修行呢，修行过后呢，要回想的时候呢，我自己都觉得是，回想什么我这半个小时，这1个小时当中，全是胡思乱想就是我要回想什么，就什么功德都没有在这里面就是不该想的什么都想完了，就是该想的什么都观想不起来，有这种烦恼。但是总的来讲呢，只不过是我的修行跟不上而已的。佛陀的这个教言和佛陀对我们所讲的这种窍诀的话呢，就是100%可以说是这个千真万确就这一点是一点疑问都是没有的一点疑问都没有的，只不过是自己这个业力深重。但我自己呢紧紧的这样的忏悔紧紧的这样学佛的话呢，终有一天一定会是成功的，就是自己对自己呢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这种信心。所以我想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像那个佛陀那样的这个药王呢真的是这个找不到的就这样的找不到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一般历史通过这个一些历史上历史资料看的话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药王呢，就是在印度来讲是这个奇婆伊斯是非常出名的。在汉地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李时珍，对，就是李时珍就是《本草纲目》的作者。在我们藏地的话呢，就是这个云等公布就是他们都人们称为是这个医王，但实际上呢，就是佛陀的这种医学水平，或者是佛陀不仅是能治众生的心理的病，而且呢，能治众生的这个身体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这一点呢，以前也有一个公案，佛陀当时这个在世的时候呢，那个奇婆医师呢，他认为是他的这个医学水平是非常高他有时候呢就这样给佛陀说，这个治众生心理的疾病呢，你佛陀就是你的这个教法甘露是非常了不起，应该是你是第一。然后治众生的身体的这个疾病呢，我这个奇婆医师呢，应该说是世界上是这个就是最高这个境界的人。他自己呢，有时候也产生就是这样的傲慢心。后来呢，就是有一次佛陀就是把他带到当时那个什么波斯匿王就是很多国王的事也对这个奇婆医师是非常的尊重。
后来佛陀呢，就是为了就是摧毁他相续当中的傲慢，有一次带到这个就是这个雪山啊，就是带到这个雪山，然后呢，就是佛陀就是造了许许多多的一些草药啊，这些草药呢，就是每一个它的这个来源呐，它这个怎么样制品啊，它的这个功力啊，它的这种力量啊、作用啊等等，全部就是讲起来的时候，七破一世的话呢，有些这个草药呢根本不认识，就是有些呢只认识名称，就是根本不知道它的这个作用。后来呢，它的从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傲慢呢，就是从此以后也已经这个摧毁了。后来呢，他认为是就你不仅是这个身体疾病的这个意识啊，而且呢就不仅是心理疾病的意识，而且呢这个身体的这种疾病呢，就是像我这样也是没办法向你比较。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佛陀时代也好，或者其他时候呢，在自相续当中的傲慢还是很这个可怕啊。遇了傲慢的话呢，就不能这个升起真正的道者。比如说我们讲相观庄严论的时候呢，就是菩萨的道者，意思就是说菩萨的这种境界呢，在很多天人的相续当中是不能这个升起来的。当时呢，就是佛陀就是身体都是发光，让这些天人就是本来有业力先前的一些他的福报先前的这些光呢，就是让他这个就是隐没，就是让他呢就是黯淡。这样以后呢，他自己相续当中的傲慢就是减少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佛陀呢再给他们宣讲般若法门。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就是有些大学生啊，有些博士生啊，那么他们的话呢，始终都是有一种这个傲慢性，认为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的研究生啊，我在世界上是得什么这个大学专科毕业啊，我如何了不起。实际上是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可能你有一点这个文凭了，不过现在的很多文凭呢也是假文凭，就是通过钱啊、通过地位啊、通过关系啊，以各种方式来就是买来的。就是我们看了以后，他的证件呢，就是有时候是这个盖的章全是假的。但是不管是你这个假的这种地位也好，真的地位也好，有时候时间的一些方面呢，也许你有一定的这个长处，但真正这个学佛方面，也许是你还没有这个到这个中学的水平呢。就是因为最基本的一些正见呢，因果正见呢，或者是生死轮回的正见呢，这些都是在你的相续当中还是这个怀疑重重。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教的这种基础呢，在你的相续来讲呢，有时候可能还是这个非常遥远啊。就非常遥远，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该可以这个理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教言呢，是依靠这个佛陀的这个传承而来的，但是这种传承呢，应该。说让治治，就我们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疾病啊，就是在众生呢，在轮回当中、恶趣当中，这样的这个痛苦，真的要想得到解脱的话呢，看这个佛陀的教言以外，有没有别的办法呢？的确是没有的。现在实际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遣除痛苦的一些这个方便方法，但是这些呢，暂时让你的这个身心快乐，暂时呢就是解决你的这个1天2天的一些问题而已。永远的生生世世的这种这个生老死病的痛苦啊，这是唯一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呢，就是才能这个治疗的。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应该想自己都是病人的，但是这种病要彻底好的话呢，一定要这个享用这个佛法的这个甘露妙药。如果你没有这个享用这样的妙药的话呢，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学问呢，就是不能解你的这种生老死病的极大的这种这个疾病呢，就是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呢，应该深深的认识到所谓的这个佛陀在这个世界上是唯一的这个药王啊，就是唯一的这个药王。我们遇到了这样的这种这个医生呢，应该是非常这个荣幸的。虽然我们无始以来的得这个贪嗔痴的病呢，就是这一点是也是心里很这个伤心的。但是幸好我们今生当中也是的确遇到了这么好的这个上师啊，这么好的这个药王。这么好的什么那个药啊，这么好的这种这个什么那个佛教啊，就是佛教呢，就是真的要值得高兴啊，就值得高兴。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呢的确是在通过各个地方去训练，就是别的这个解决生老死病的问题呢，就是在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唯一的佛教当中才有的话，那我们如果没有认认真真的修持的话，这个人是非常这个愚痴就很可怜的。所以呢就龙母菩萨也是说了，获得下满人生以后，如果还要造恶业的话呢，要用一个珍宝器呢，就是做这个什么这个。做什么这个焚烧什么不净粉是吧？有几种比喻，就是是亲友书当中吧。对。那个萨迦班智达在这个格言当中呢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在世间的有些人呢，就是也就是不求这个有理的这种法，然后呢也不观察这个有理不义，整天的是这个吃喝玩乐的话，那这个终身呢，就是没有这个猫的这个猪就跟这个老猪没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未来的解脱呢，就是一点都是不关心，然后思想学当中的痛苦呢，也是好像这个毫不在意。那这样的这个愚痴在世界上是哪里有所以呢，很多高僧大德呢，对这个不学佛的，即使学了一点佛，每天就是在散乱当中度日的这些人呢，就是有些眼里当中也有这个眼里的这个牵制。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一定你要当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希望你们还是应该认认真真的去这个学习。当然很多人是需要这个生活需要这个工作上面有老年人，下面有小孩然后中间有一些这个各种这个亲朋好友就是面对着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你可能每天都是到单位里面去上班每天开什么这个对你的学生什么家长会或者是今天呢就是做什么这个陪这个客人明天的是陪那个客人有时候我觉得是这个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呢，不是没有这个修行的时间，把自己的时间用在一些这个无意义的上面。尤其我特别讨厌那个就是请客，就是到这个一些这个餐厅里面去吃饭那这样的话来来去去的是要花很长时间我在学院里面的话，那不管是人和人怎么样请客的时候呢，我都不敢去。一去的话，那就是起码1个小时、2个小时就在这个没有意义当中已经这个就消失了，就是特别可惜。一般来讲，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呢，跟以前的这个生活以前是你好像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没有什么方向，只要把这一生过完了就已经可以了，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世界上的人们都是根本不敢想，就是我以后变成什么样，未来不要说我这个死的时候变成怎么样，是不敢想。这是这个浑浑噩噩当中过一天算一天有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这是实际上是不是智者的这个选择，应该你从自己的智慧来进行观察，人到底有没有这个前世后世。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你在短暂的人生几十年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度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你的来世呢是存在，而且呢来自生生世世呢，就关键在于这个今世。如果这样的大的这个问题呢，你就根本不问，就无所谓的态度。那这样的话呢，你难道不是非常愚痴的吗？为什么诸佛菩萨以智慧的这个眼来进行观察以后，知道我们人的确是前世后世都有的。现在任何一个聪明的人呢，根本找不出人没有前世后世的这种理由自古以来，不管是这个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就是能找出一个非常可靠确凿的依据。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对这个未来就是该不该准备？比如说一个人呢，如果明天以后不存在的话都不要紧，但是如果明天以后存在的话呢，我对明天呢，我对晚年需不需要就是做考虑。所以呢，有些人呢我觉得是这个所谓的学佛呢，最好是不要这个沉溺在一些表面上，不然呢这个佛陀这个包括吉天菩萨呢，在这里也是严厉的这个谴责你的这种愚痴的行为下面是第二个比喻，以这个显出的比喻来说明。若与寻常现尤其生净房就是生净户生防护吧
况多欠有训，长节艰难处。它这里又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纵然遇到了一些平平常常、微不足道的一些危险的地方啊，但是人们呢，就是对这个小心翼翼的精进这个精神啊，十分谨慎。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来自生生世世长期的多的一些千万有限的地方的这种危险处呢，那就更加要这个小心谨慎，这一点就是不用而喻。这个意思，这一点也是从比喻上看来也应该清楚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呢，就是在这个这个路途当中的话，那就是有一些悬崖啊、陡壁的地方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深深的坑啊。在这个时候呢，人们都这个说啊，你要注意啊，不然的话呢，倒下去了，或者是路稍微滑一点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你好好的、慢慢的做啊，不然你如果这个滑下去了怎么办呢？实际上是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可怕。你下雪的时候，或者是冬天在这个冰地上呢，如果你滑下去呢，也许你的这个腿这个断了，也许你的脚断了，也许你的这种这个身体受伤啊，最多呢就是你基层当中在这个地方就是死了而已，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不可能这个生生世世遇到就是特别大的痛苦啊，就这个是没有的。但是人们呢，就是经常特别注意的，你上梯子的时候特别注意啊，慢慢啊，好顺啊，好度啊，注意啊，要不要我来扶你啊？尤其是我们这里啊，就是这个冬天下雪的时候，就是一到这个附近的有些导游的话，那你要注意啊，要不要我来这个帮你啊？其实你如果真的这个倒下去的话，那也不用紧。前一段时间开发会的时候，有一个导游啊，就是在好像这个路比较厉，就是在那个上面滑倒以后就是好几天的睡了，就是然后在医院里面治疗啊，就是这样的。但过2天就是基本上都好了，就是昨天他走路的时候，他听说很不错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很可怕的，但是人们呢，就是认为是这个一定要值得小心翼翼，一定要值得这个谨慎慎重，否则的话，那就是万一倒下去怎么办？万一死了怎么办？就是有这样的顾虑，就是这是人们就是通常都是有这样的。何况说是我们如果在基层当中没有注意，没有这个信之善法，反而呢就是造这个无我不足啊，就是造了很多的这个罪。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来世呢，可以说是这个掉落千丈啊，就是始终都是这个掉在这个地狱的这种坑里面。所谓的这个地狱呢，大家也应该清楚。按照居士论的观点的话，那就像我们现在南瞻部族的这个下面有2万有旬的地方呢，就是有这个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按照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观点的话呢，那这个就是3万2千有旬，3万2千有旬。这是当然对这个个别众生的根基而这个佛陀这个线索的。实际上呢，所谓的这个地狱呢，也不一定非要这个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往下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地狱呢，应该是在这个下面。但是这种呢，也有一些众生的业力这个现象呢。有些业力现象的话呢，那么这个2万有限的不了，就是在非常这个这种深的这种深渊当中去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基层当中呢，如果不注意就一直这个造恶业，那什么这个杀人啊、屠刀或者是这个邪淫啊等等，就是造各种各样的这个自性罪和复制罪。那这样呢，我来世会不会堕入非常可怕的这个地狱当中呢？肯定会，就是堕入。那这样的这种堕入跟我们平常就是在这个走路的时候，就是你滑倒了，或者是你就是堕到这个什么这个深渊里面去那这2个相比较起来的话呢，我想是前面都是微不足道的，就是前面的这种痛苦时间各方面来讲是并不是特别可怕的。你如果堕下去的话，那就是过2天，或者是你附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然后呢，就是过2天还是会好的。即使说你死了的话，那只是就是夺去了你的一辈子的生命而已。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基层当中造了恶业，然后堕入这个地狱的话，在地狱里面过漫长的这个时间，大家也非常清楚地狱众生的这个寿命然后时间也是那么长，在那个时候所感受的痛苦呢，也是完全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个路上绊倒，或者是就是从这个屋子上面摔下来
妈妈以前也是，讲这个入心论的时候说过，我们现在这个大经堂上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特别害怕啊，不注意的话，那就是会不会掉下去？实际上是大经堂呢，就是只有这个3层楼的一个经堂，如果在3层楼掉下去的话呢，可能会这个你的四肢这个就是断啊，或者就是会这个死亡，就是最多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基层当中，如果没有按照这个三知识门的教言，如你如实的去这个修持的话呢，将来很有可能啊，就很有可能呢，就是堕入这个无间地狱。那堕入无间地狱的这个痛苦，跟现在我们这个平时的这种痛苦，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大家可想而知，应该说是无法这个与之相比。这样一来呢，我们在座的这个修行人呢，真的对因果要有这个相信。就如果我没有好好的这个行持善法呢，一定会是将来这个堕入而去的。那么我现在好好的这个行善断恶应该现在呢就认认真真的去这个修持佛法的话呢，很有可能基层当中成就。如果基层不能成就，中阴或者是来世呢，就是不会只是堕入恶趣的，就是不会这个就是堕入恶趣而获得解脱的。所以对这个佛陀的这些教言呢，应该有信心。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这个小学生的时候呢，就是很多老师说你现在呢好好的这个当一个好学生以后你长大以后的话呢，就是变成好人那个时候呢你有工作那个时候你有家庭那个时候你可以去一个特别漂亮的老婆这样说的话呢，那就是有些人是根本不知道，尤其是当时他的年龄还没有成熟的有些小孩子的话呢，他不知道这么样。但是呢，如果真的他长大以后的话呢，知道原来老师给我讲的是这样的。当时如果他没有这个如理的去行持就没有好好的这个学习，在社会上呢就是干一些这个坏人就是做一些坏人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前途会不会这样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呢就是经常遇到一些善知识们，善知识们呢再三的要求我们好好的这个行善断恶他们都已经知道是我们未来的这个前途和命运是什么样的。但如果我们没有听他们的这个上师们都是可能为了自己吧，整天都会这样讲的。佛陀在教言当中处处都是说是不要造恶业，不要造恶业，但到底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好多愚笨的人呢都有这样的，没有什么，无所谓吧，不要想吧，就这个没有那么严重吧，就凭自己的这种感觉，凭自己的分别念呢，开始这个造各种恶业。这样以后他的这个情神就是在这个亲身感受这些痛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莫大的后悔，但是呢，就是也是后悔莫及的，就无济于事那个时候，即使真正的佛陀来到你的面前的话呢，那众生的业力现前的时候，也实在是没办法这个救力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是人自由自在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取舍因果的这个之际呢，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这个修持菩提心，忏悔自相续当中的业障这一点就是相当重要的。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这个寻属经济寻属经济呢也分3个方面来讲的。我们的书名是不可靠的，书用也不可靠的，还有这个亲友不可靠的，就是分3个方面讲的。首先，我们的书名呢就是绝对是不可靠的，这一点在宋词当中这样讲的：若是今不是，安以此非礼。我生终归尽，死期必将临。我们在座的人呢，不应该就是想的，就是我今天不会死就是安乐的过下去这样的想法呢，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就不，我们这些人呢，终有一天，这一辈子呢，就终有一天肯定有完结的这个时候这样的这个事情必定。现前在每一个人的这个面前呢，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实际上呢，这个佛陀在处处的一些这个无常，关于这个宣讲无常的这些经典当中呢，都给我们已经讲了。可是我们众生是非常愚痴的，在外面的一些世界上的人当中，真正能观想无常的人有多少？不要说世界上的人，包括我们学佛的一些佛教徒当中呢，观无常的就很多这个力度不够就是不够。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样想我现在就是可能这个虽然罪业很严重的，但是我以后再忏悔吧，明年再忏悔吧，后年再忏悔吧，我退休完了以后再忏悔吧今天有一个人说我现在没有机会学特别深的佛法，只不过是我听一听如菩萨行人而已。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让他工作以后，我再好好的这个到你们那里去学法。
听到他的话以后呢，他学的无常一点都不好，就是孩子长大以后，你那个时候在不在很难说。我们这里说是，我今天不是安闲，就是什么这个方言而住的这种想法呢，就是绝对是错误的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我今天根本不会死，这样的这种理由，你现在有没有呢？没有的就是我明天就是根本不会死我今天不会死那这样有没有这个道理呢？就是绝对是没有的。佛陀在这个《遗教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生命在这个呼吸之间就是生命在这个呼吸之间。所以我们这个呼吸吸气的时候，死亡呢很有可能的就是龙母菩萨也是说了，就是呼吸吸气沉睡中什么这个能得心觉正西游吧说是我们在这个呼吸当中、吸气当中如果真的让这个醒过来的话，是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稀有我昨天晚上没有是真的稀有我今天早上没有是真的稀有那我们这个所谓的人呢，有时候呢真的这个死的特别的快。就是去年的是有一个喇嘛晚上吃的好好的，然后第二天早上那个就是好多人都喊他，就是没有人的话呢，就是一看到是已经这个在沉睡当中已经这个离开了沉睡当中离开了。所以我们这个书名呢就没有什么这个可考的。以前那个唐代这个三大诗人当中的这个倪白倪白的话呢，你们也可能知道，就是他有一次在那个川上观夜景，川上观夜景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可能那个虚空当中也是万里无云，就是然后那个交界的月光呢，就是已经就是照射在这个水壶里面，然后这个水壶里面月光的这种倒影呢，就是倒影的这种风景象呢，就是特别的漂亮。然后当时倪白呢，就是作为一个诗人来讲，是他可能特别的喜欢这种这个就是美景，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他很想这个亲吻这个月影，就是然后他土已埋下去的时候，最后呢就是掉落在这个水里面，就是已经死了，就是没有找到这个月影，就是自己已经只是离开了人间。还以前那个杜甫就是原来我们老师经常说是杜甫，就是所以那个应该叫杜甫吧，就是也是这个三大诗人之一。他的这个死亡呢也是很稀有的。他后来死的时候，当时好像记得战乱吧，就是在战乱过程当中，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出现这个洪水后来呢他好像十几天当中都是没有这个吃到饭，没有吃到饭以后呢就是特别饿就后来有一个邻居的这个县令，就像现在的这个县长一样的一个人他就给他送了一些牛肉什么这个白酒就这样，然后他就马上就是吃了这些牛肉，后来就死了，就马上就死了。后来郭沫若说是他的牛肉是已经腐烂了的，但到底是腐烂了还是不是腐烂了，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有时候人呢应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话呢，就是真的是什么时候是就是很难抉择。吃饭的时候是或者是你那个说话的时候是。以前那个意大利的一个就是诗人吧，就是特别出名的一个诗人他呢就是当时那个收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个高等学校的这个聘请的通知书，他收到这个通知书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高兴，就是特别的激动，就是一激动以后呢，就马上就死了。还有一个意大利的这种小作家，还是个作家吧，应该是个作家，就是他呢听到就是他的妹妹呢给他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然后最后呢就是他开始特别开心，一直笑，就是笑，最后都已经离开人间了，就是就张开嘴巴离开人间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是呢？就是真的有时候也是无法这个言说的。我们呢不应该说是我今天不死就是最后为什么呢？我们在座的人是应该终有一天是根本不存在，就在这个世界上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学如菩萨行论的人这么多，这些人的话呢，那这个终有一天再过这个几十年以后，当然不用100年吧，就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人呢，就是全部会这个死的，就是包括我讲者也好，你们听者也好，有没有就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法师已经死了，就是现在不在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就是决定是有的以前上师主一报呢也是讲述信论的时候说过，就是我现在呢就是正在给你们传讲这个佛法，但是以后终有一天呢，就是我已经死了，就是有没有这么一个日子呢？就是决定是
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都经常在这个想啊，就是这次我们这个如菩萨行论讲完之前的话，那就是我的寿命能不能保得住啊？如果这个讲完之前没有事的话，多好啊！就是一直心里这样想，但很难受，就是确实是，我就去降了第2品了，或者降了几品以后94了，那这是很有这个可能的，就这是正常现象的，也并不是觉得是特别奇怪，就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这些所有的听法的人呢，你看你这个真的能不能就是听这个圆满呢？很难说。我们这个如菩萨行论讲完之前，肯定有很多人会死的，就是只不过是哪些事是不知道，就是肯定是的，就这没有任何你们不要认为是我就经常说像乌鸦嘴，就是一直说不吉祥的话，我也是，他也是啊，就是不应该听这样的，就是多听一点，就是比较快乐的，就是一些就不应该听一些不吉祥的。可能有些人是这样，就是每天都是喜欢就是用一些这个吉祥词。但不管是你怎么样这个说吉祥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会面对就是这样的这个一天呢，肯定要面对啊，就是肯定要面对。所以呢，就是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三界无常如秋云，这个众生生死如关系就是意思说我们这个三界的这些所有的一切呢，就像秋天的云雾一样，没有什么可靠的。那么众生的这些生死呢，就像我们关系一样，就是看那个就是什么这个欣赏一些这个表演的这种节目一样的，就一会儿就变了，一会儿就变了。因此大家呢不要把这个时间呢就是一直推我一会再学啊，一会再学啊，我今天很忙，明日复明天，明日何须多。所以在座的人是最好是不要这个拖延时间，就是你应该每天的课就是尽量的这个每天听啊。如果你耽误几天的话呢，那就可能以后呢就是你欠的债太多了，就是最后的话呢实在是不愿意去做的。现在有些穷人的话呢，我负债累累，就最后的话呢，他就实在是不愿意还，就是有这种情况。现在有些听课的人呢，有些是每天都在干上，就我们安排的时间当中呢，基本上干得上。有些人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的一点精进，但我觉得是刚开始的这些精进呢，谁都不可靠的就是不可靠的，就是这种糊涂社会的这种文思方法的话呢，可以说是对我来讲是司空见惯，就是已经就是看得特别的多，就是真正以33种，我们最后如菩萨行论听完的时候，看哪些人是已经真正就是这个凯旋归来，看看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这一点呢，就是我就非常这个希望看，而不愿意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我要背诵如菩萨行论，我要教作业，我要做什么什么。但前2天呢，好像在这个网上都是有好多人背诵，就这几天我没有听到背诵。其实我们还没有讲1品、2品，第2品还没有讲完。你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所谓的这个文思真的，有些人来讲是还是只不过是表面上而已。但有些人来讲是，我昨天要接近上课的时候，我家里来了一个小和尚他我问了一下他的背诵，就是他把如菩萨行论背完了，定解宝灯论背完了，然后那个就是四百论背完了，还有那个戒义慧见已经背完了，现在那个正在背这个音明就是量理宝藏论，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呢，真的可以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你这个所谓的文思呢，这是今年1年的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从这学期开始的话，也不是那么长吧，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已经背了这么多的论点。那这样的话，你肯定就是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也会有所认识的。如果内容一点都不知道，背那么多也不可能的。但有些人呢，可能不是这样的所谓的如菩萨行论1000多颂词我的天哪，哪里有那么多哪里有那么多时间你整天睡懒觉，整天吃喝玩乐，整天什么就是游山玩水，这一点你是有时间的。50以来的是已经这个是你的专业，就是你专门是搞这一行的，真正那么好看那么好听行，好，不说了。下面我们开始讲下一个颂词谁知我无为？谁知我无为？云何定脱国？倘若彼死亡，为何尽安逸？他这里说，就是我终有一天是会死亡的。在死亡的那个时候呢，谁赐给我就是不害怕的这种境界？那么这样的痛苦当中，我怎么可能得到解脱呢？倘若我必须要死的话呢，那么我现在
就是怎么会天天的是这样安闲过日啊？怎么会是整天都是这个心安得力啊，逍遥自在？这一点绝对是不合理的，就绝对是不合理的。应该自己对自己这样想啊。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应该这样想。我这个人呢，就是未来就是看怎么样过在死的时候呢，就看自己有没有把握。如果这个没有把握没有把握的话呢，那么我们死亡的时候四大分解的痛苦也是如此的这个可怕。然后在中阴界的时候那种景象呢，也是相当的恐怖。死完了以后，恶趣里面的感受呢，也极其的强烈。那么这些痛苦呢，谁赐给我就是不害怕有没有这样的意见？不管是天人也好，或者是上师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个人呢，你现在天天都是逍遥自在，天天都是这样这个就是玩乐当中度日子，但是你以后死的时候绝对不会堕入恶趣有没有给你赐给这样的这种洗涤？有没有呢？我们在座的人可能每一个人来讲是的确是没有我死的时候自己也是自己的方向上还是一种盲目的感觉，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对于自己来讲是的确也是没有的。还有呢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无始以来到现在造了那么多的恶业，在这么多的这个罪业和痛苦当中，我怎么能获得摆脱呢？获得这个解脱呢？那我自己一点只是信心和把握度是没有的。因此呢，我们都应该这样这个想就是倘若我真的要这个死，我真的要死的话呢，那么现在的不应该就是整天的是这样防疫的这个过日子。所以我们人的新的相续当中，真的升起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无常观念了。这样的话，自己都是不会好好的怎么说就是不会像世界上的人一样的，就是整天的得过且过，这样会度日子的，一定会是精进的。就有时候我都这样想，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那真的这个需要那么精进从小都开始这个学佛教，一直这个精进的修学，一辈子当中造的恶业呢那么少，但是他们都特别精进。前一段时间我们寺院的一个老和尚78岁。他呢，早上那个3点钟的时候起来，就他已经这个一直可能40-50年都是这个习惯，就是都是这个习惯。早上3点多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起来，就是一直参修一直念诵那当时我这样想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话呢，你看这个造的业呢就是那么多，然后每天都是就是不好好这个修持。这些高僧大德们呢，真的汉地我认识的汉地的是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大德他们的话呢，几乎都是早上呢就是3-4点钟，就永远都是这样的，而且每天也是从来都是不会到一些这个城市里有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也不说的，没有意义的事情也不做的，整天都是这个修行佛法，就发菩提心为主的。那么我们世间人呢，造的业呢就是那么多，然后自己呢就是根本不珍惜，而且每天都是就不好好这个修持，就整天都好像浪费自己的这个光阴就这一点呢就是比较起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总有一天肯定会是死的，就不死的这个把握呢没有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什么，就像解忧书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地上也好，就是天界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没有一个不死的。难道这个没有死的这些人呢，你听过吗？你亲眼见过吗？就绝对是不会有的。那既然没有，就像什么莲花生大师和不满目之的话呢，那基层当中得到这个红生成就，像这样的有些极少数的大成就者以外呢，一般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如水泡一般的这个无云结合的身体这个是一定会是死的。比如说宗喀巴大师以前有这个比喻在这个森林的外面就已经燃火了，里面有一群猴子呢，就是一直这个快乐的这个过日子。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的，好像在这个屠宰场里面的一些这个牦牛就是鸡就是全部围在一起，一个一个的死，但是里面的这些人呢，还觉得是自己过得特别快乐。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座的人呢，以后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这个时间呢，就浪费在一些这个吃喝玩乐上呢，一定就是尽量的用到一些这个为众生做事情呢，要么为众生做事情，要么自己好好的这个修持。实际上，我们修行人呢，应该有2大事情的。如果你为众生做事情的话呢，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当然，如果不能这样的发心呢，那你自己应该修持。世界上
最主要、最关键的2大事情呢，我觉得是要么自己好好的修正，要么为众生这个做事情。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这个虚幻不实的这个身体呢，快乐也可以，不快乐也可以。以前我们讲过顿州法王的一些这个教言吧，那么这个发财也可以，不发财也可以，有名声也可以，没有名声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就是现在短暂的这些事情的话呢，你房子这个好也可以，房子装修也可以，不装修也可以。你的这个教程里面呢，这个放音乐也可以，不放音乐也可以，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就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最关键、最有意义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要利益众生，发菩提心，或者呢，就是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一定要迁除，紧紧的念修金刚萨埵等一些殊胜的这个法要。所以呢，如果自相续当中真的有一些境界的话呢，对别人宣讲也是非常有利的。以前那个布多瓦格西的话呢，给别人讲那个一些平时的一些故事就非亲的一些故事的话呢，有许许多多的歌戏来开始听的。以前看龙巴歌戏呢，就是讲那个什么这个修行八颂的时候呢，有许许多多的歌戏来听的。其他有些歌戏的话讲的特别漂亮，但是呢，下面的这个很多人呢，就是没有人听，所以。讲经说法的人也是内心当中对佛法有一点这个境界的话呢，那就是谁都就是得利益的。我们下面心持事情的人呢，在内心当中真正就是得到佛法的利益的话呢，那你行为是怎么样做也是不要紧的。如果你内心当中佛法的这个利益没有得到，自己也没有修行，那口头上说的再漂亮也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意义。所以我想是每一个人呢，应该要求自己，应该呢就约束自己，从此以后自己的生活呢。尽量的让去入这个珍贵的这种佛法的正道当中。好，今天学习到这里，大家一起回向。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